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上周末制定针对川普总统的策略时，佩洛西对他的领导团队公开发表了针对川普总统的极端仇恨的言论，令外界震惊。上周日，在美国驻伊拉克巴格达大使馆遭到火箭弹袭击的几天后，川普总统昨天发推文表示，火箭弹袭击来自伊朗，并向伊朗发出警告。检察官指控谷歌和脸书私下达成协议，帮助彼此对方抵御反垄断投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本期的希望看新闻，我是婉婷。今天是美东时间的12月24号星期四，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消息。美国媒体网关专家援引 Politico 本周一的报道称，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上周末在和他的团队讨论川普总统可能在白宫的最后一天时，佩洛西却公开发表了针对川普总统的极端仇恨的言论，令外界震惊。我们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佩洛西在上周末制定针对川普总统的策略时，告诉他的领导团队说，我会一直数着时间，直到川普离开白宫。佩洛西甚至还说，我计划拽着川普的头发，拽着他的手脚，把他抛出去。美国媒体网关专家12月22号报道称，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对待川普总统方面有严重的心理问题。佩洛西曾在川普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讲和白宫会议等场合不能保持冷静，曾当着众人的面撕毁演讲稿，做出种种不正常的举动。然而，在这种场合，佩洛西的举止是违背了礼节规定的。网关专家的报道还指出，尽管川普总统避免直接与佩洛西谈判，让财政部长和佩洛西议长打交道，但没有软化佩洛西对川普的仇恨。报道中还提到，川普总统已经1年多没有与佩洛西讲过话了，而在这之前，佩洛西对川普提出了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弹劾，一再破坏川普政府针对中共病毒的救济刺激法案的谈判，导致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失去了工作，被迫关闭了小企业，目的就是破坏川普的连任，同时也伤害了数百万的美国民众。本周二，根据公布的政客咨询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美国人对佩洛西的举动感到厌烦，有56%的选民说他应该从议长的位子上下来。就连在民主党人中支持佩洛西继续担任议长的平均比例值在43%左右，连半数都没有到。上周日，在美国驻伊拉克巴格达大使馆遭到火箭弹袭击的数天后，川普总统昨天发推文表示，火箭弹袭击来自伊朗，并向伊朗发出警告。川普总统表示，美国情报机构暗示伊朗可能正在计划在对伊拉克的美国人进行进一步的袭击。他警告伊朗，如果任何美国人被杀，他将对伊朗问责。川普总统说，我们在巴格达的大使馆本月20号遭到几枚火箭弹袭击，3枚火箭弹未能成功爆炸，猜猜他们来自哪里？来自伊朗。现在我们听到了有关在伊拉克的美国人进一步袭击的消息。我要给伊朗一个友好健康的建议，如果任何一名美国人被杀，我将追究伊朗的责任，请三思而后行。根据美国媒体 Daily Caller 报道，在本月20号的袭击中，有8枚火箭弹降落在使馆附近，炸死了1名平民，并对使馆建筑造成了一些结构性的破坏。根据国务卿蓬佩奥说，没有美国人在这次袭击中受伤。在川普总统决定在今年1月份暗杀伊朗将军苏莱曼尼后，美国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在整个2020年升级。伊朗最高核科学家也在11月下旬的一次枪击中被杀。近期，川普总统大力推动美军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并于今年2月与塔利班签署了和平协议。川普总统还计划到2021年1月15号之前，将美国在两国的驻军总数减少到2500人。根据《纽约邮报》本月22号报道称，检察官指控谷歌和脸书达成协议，帮助对方抵御反垄断投诉。这一指控是在上周德克萨斯州和其他9个州的总检察长对谷歌提起的反垄断诉讼的未删节版中披露的。
检察长们指责这两家科技巨头达成了一项非法的协议，谷歌在其在线广告拍卖中给予脸书一定的优势，以换取脸书对其竞争威胁的退让。根据这份诉状内容显示，在其中的一项条款中，两家公司承诺合作并协助对方应对任何反垄断的行动，并及时全面地通知对方任何与协议相关的与政府之间的通信。诉状还称，2018年的合同是由脸书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签署的。他给 CEO 扎克伯格和其他老板写了一封电子邮件，称从战略上讲，这是一笔大买卖。但是公开的经过删节的诉讼版本没有提到桑德伯格的名字。德克萨斯州主导的诉讼是对谷歌面临的3起反垄断案件之一，另外还有美国司法部在今年10月份提起的诉讼，以及上周38个州和地区检察院提起的另一起诉讼。脸书同样也遭到了联邦贸易委员会和46个州的反垄断投诉。谷歌和脸书都对德克萨斯州诉讼中指控提出了异议。谷歌称，德克萨斯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关于其广告技术秘密交易的说法不准确，并否认自己操纵广告拍卖。但检察长们提出的诉状和证据清清楚楚地证实，谷歌和脸书之间有协议，谷歌给脸书广告，而脸书在社交网络竞争上向谷歌退让，大家和平共处，互相提携，将谷歌的广告和社交网络这两块牢牢地掌握在他们两家公司手中。这无疑就是垄断。谷歌多年来在强大的资金支持下，买断所有中小公司，做大做强，以其超强的搜索引擎形成了垄断地位。谷歌和脸书在做大做强之后，开始垄断并控制信息的发布，屏蔽一切对极左翼和中共不利的消息。此次美国大选，有媒体报道，脸书出资5亿美元支持选举作假，目前已遭到起诉。那么好，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观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请支持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打开小铃铛。您的订阅和转发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谢谢大家，我是婉婷，我们下期再见。